在中共高层权力漩涡中，一场悄无声息的清洗正席卷而来。习近平的刀把子看门人王小洪的大管家胡斌琛突然被调离北京，这仅仅是个人仕途的沉浮，还是元老派系对习家军的致命一击？从石泰峰带读贺信到团派高调回归，背后隐藏着是怎样的政治信号？即将到来的北戴河会议和四中全会，又将如何改写中共高层的权力版图？您好，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，我是王真。2025年5月27号，江苏卫视播报了一则看似例行公事的官方新闻：中共江苏省委全体会议在南京举行。然而画面中却出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人物，前中共公安部部长助理兼办公厅主任胡斌琛。他坐在中共江苏省人大副主任周广智和省政协副主席姚晓东之间。澎湃新闻指，这一画面意味着胡斌琛已离开了公安部，调往江苏任职，具体职务尚未明确。今年54岁的胡斌琛曾任中共驻美国使馆警务参赞、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局长等职。去年4月升任公安部部长助理，随后还兼任公安部办公厅党委书记主任，成为公安部长王小洪的大管家。这个职位不仅位高权重，而且掌控公安部的核心运作，堪称是油水丰厚的实权岗位。然而仅仅1年后，胡斌琛便被调离北京，而且从他在会议中的措辞推测，他很可能被安排至人大或政协这类被视为养老院的机构，实质上是靠边站的安排。大纪元援引权威人士的消息称，这一调动并非正常的职务轮换，而是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结果，是对习家军的系统性清洗。时评人唐金远认为，胡斌琛的调离并非孤立事件，而是元老派系在掌控枪杆子后，进一步清理习近平刀把子系统的一部分。上述情况与目前网络热传习近平实权已被中共政治老人温家宝、张又侠等架空不谋而合。在中共的统治逻辑中，枪杆子、刀把子和笔杆子是其谎言统治所依靠的3大支柱。元老们一旦控制了枪杆子，必然会将矛头指向刀把子，以削弱习近平的影响力。胡斌琛作为王小洪的亲信，其调离意味着清洗已深入公安部核心层面，预示着王小洪的权力基础正在动摇。日前，四川公安厅厅长叶汉兵官宣落马。叶汉兵被视为李强和英勇的亲信，也是习家军中的一员。在习近平失势、元老派卷土重来的传闻甚嚣尘上之际，叶汉兵落马和胡斌琛的调离，显示习近平通过王小洪在公安系统控制的权力地盘，或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。今年68岁的王小洪是习家军的核心人物之一，在习近平的权力结构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。2015年，王小洪出任北京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，查处了北京保利俱乐部、蓝带俱乐部、令海名媛俱乐部3家高端会所，替习近平打掉了向江派人马输出的钱袋子，打破了江派控制的情报系统。2022年6月，王小洪出任公安部部长，兼任中共政法委副书记，通过反腐和清洗行动，协助习近平清除了多位潜在政敌，包括中共前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、中共前司法部长傅政华、前江苏省公安厅厅长王立科、前上海公安局长龚道安、前重庆公安局长邓辉林、前山西公安局长刘新云等人。这些官员被指控为孙立军的政治盟友。
对习近平的权力构成潜在威胁。王小洪还多次公开要求清除前中共政治局常委、公安部长周永康的流毒，将周永康的旧部逐出关键岗位，进一步巩固了习近平对政法系统的控制。5月27号，中共官媒《人民日报》头版报道称，习近平向中共少先队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致信祝贺。然而，这与5年前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代表习近平致辞不同。这次宣读贺信的是中组部部长石泰峰，并且石泰峰在讲话中完全没有提及习近平的2442。时评人陈破空表示，这显示这口号会政治下架，习近平的确已经权势衰落。这一安排颇为反常，因为少先队隶属团中央，和石泰峰的职责无关。作为李克强的北大法律系校友、胡锦涛的亲信，石泰峰从统战部调任组织部，其角色的扩张被认为是团派势力回归的标志。此外，胡锦涛的另一亲信，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也出现在此次少先队会议上，进一步印证了团派的回归。其他人事异动似乎也佐证了近期习近平失权的传闻。魏建锋近期被任命为湖南省纪委书记，胡大调任湖南省委常委，并分管政法系统，均显示刀把子系统的清洗正在加速，进一步动摇习家军在湖南的影响力。除了公开的人事异动，还有一些未经证实的传言，为当前的局势增添了更多的神秘色彩。例如，有传言说，习近平近期一直留在河南养病，未返回北京，每天陪98岁的母亲四处拜佛。据传，习近平曾私下表示，我的身体不大好，其他的事就无所谓了，希望自己的老母亲长命百岁等话语。这些传言虽真假难辨，但反映了外界对习近平权力衰退的普遍猜测。中共高层的权力博弈正进入白热化阶段，随着中共四中全会和北戴河会议的临近，真相即将浮出水面。希望世界将持续为您关注，请锁定本频道。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